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的汉光演习中似乎多了一道消失已久的身影。没错，那套早已成为江湖传闻的捷羚车载剑一系统竟再次亮相。原来他一直都在死守着台湾低空最后一道防线，只是这一次见面恐怕就是永别。根据军方高层透露的最新建军规划，这道服役长达20年的低空老兵，在面对当代高强度战场时已显力不从心，最多只能撑到2031年前后，便将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不过今天我们不聊英雄末路的故事，而是从捷羚系统的传奇身世聊起，站在台湾防务的角度，诚恳地问问大家，捷羚退役后究竟谁能接棒守护这片天空？很多老一辈的人喜欢称捷羚为护台捷羚，不少看惯各种高科技防空系统的年轻人妄觉得他们没有眼光。可如果我们回到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充满了动荡的岁月，就会发现老一辈的眼光从来没有问题。当时自研的 FCK-1 金国号刚刚大功告成，配套研发的天剑1型飞弹已进入大规模量产阶段。按照原本的宏大构想，军方计划采购至少250架金国号战机。天剑1型导弹自然也是按照这个庞大的机队规模下达的生产订单。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随着国际外交局势突变，美国突然同意出售150架 F-16AB 战损战斗机，法国也紧跟着签署了60架幻影2000-5战斗机的采购合约。面对这种天上掉馅饼，高层欣喜若狂，当即将金国号战机的生产配额直接削减至130架，战机数量腰斩，直接让已经是实现流水线量产的几百枚天剑1型飞弹瞬间失去了他们的挂架。加上当时空军库存里还堆满了美制 AIM-9P4 响尾式导弹，天剑1型还未大显神威就英雄末路了，他们的结果一定是在仓库里过保质期。面对这堆堆积如山的过剩资产，中科院接到了参谋本部的紧急死命令，不管用什么办法把这批空对空导弹搬到陆地上去，让后勤解套。于是一项名为车载剑1的魔改计划在1995年紧急立项。由于该计划主要负责人是中科院天剑计划室工程师夏有龄，大家又将其称为捷羚防空系统。捷羚象征着如羚羊般敏捷机动的低空防空反应。为了尽可能省钱快出成果，中科院的设计师们采取了一种简单粗暴的设计思路，那就是放弃维护昂贵的装甲履带底盘或美制悍马车，转而直接采购市面上最常见的民用丰田4轮商用卡车底盘。同时在卡车后斗改装了一座可360度旋转的4连装导弹发射塔，将天剑1型的导引导头与弹体架构原封不动地搬了上去。1997年汉光13号演习，捷羚首次公开亮相，震惊全场。谁都没有想到中科院真能花小钱办成这个大事。2005年空军正式成立了2个车载剑1防空连，编入防空及导弹指挥部，负责全台各个军用机场在遭遇首波打击以及配合35毫米防空快炮实施机动防空。从战术定位来看，捷羚具备了基本的打了就跑的机动能力。在那个缺乏低空机动导弹的年代，它确实成为了一座不可或缺的野战防空堡垒。然而这种为了消化过剩库存而硬拉上路的凑合产物，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它无法应对现代高强度战场的宿命。在过去的20年里，捷羚凭借着天剑1型导弹优秀的红外线导引导头，在面对高空高速飞行、热辐射明显的传统固定翼战机或直升机时，确实展现出了不错的拦截效率。但随着现代战争打法的改变，特别是乌克兰战场上的非对称作战玩出了花，大家突然发现捷羚老了。捷羚系统的发射塔上安装了一套小型的光电雷达复合追踪器，侦搜距离极短且完全不具备相控制雷达的大面积扫描能力。更致命的是，捷羚的火控系统在研发初期居然是基于早期的 Windows 98操作系统编写的。大家都知道，民用 Windows 系统在面对高强度数据计算时有着天生的稳定度缺陷。虽然军方在后期将其火控软件勉强升级到了 Windows XP 平台，但在硬件架构未发生本质改变的情况下，系统的计算速率与抗干扰能力早已远远落后于时代。在面对雷达反射截面积极小的巡航导弹或是低噪低热源的小型自杀式无人机时，捷羚的车载系统几乎如同盲人摸象，很难在远距离完成预警与连续锁定。其次是它根本无法融入现代化网状防空体系。现代防空战术讲究的是单点发现、全网接战的数据链协同。然而，当年为了省钱，采购的2个营捷羚系统并没有配备专属的野战雷达车与指挥控制中心。在实际战备中，
全车全靠最原始的跳频无线电，靠官兵用语音喊话来传递目标方位。虽然它理论上可以连接 CS、MPQ-78 雷达来引导发射，但因为缺乏现代化的战术数据链，根本无法融入高阶的讯安系统防空网络。在真实战场上，它就像是一个无法与友军共享情报的信息孤岛。当敌方采取多方向饱和打击时，单车只能各自为战，极易被分流包抄并逐一击破。最后一点则是它感人的生存率。捷羚采用的是毫无装甲防护的商用卡车底盘，在集束弹药、巡航导弹破片以及无人机巡飞弹面前，驾驶舱内的2名操作手完全暴露在敌方火力威胁之下。此外，捷羚车身上只有4枚背射弹，车内没有任何自动或半自动储弹与装弹机构。一旦4枚导弹在首波饱和拦截中打光，就必须依靠随行的一辆弹药车，由官兵在炮火连天的阵地上纯靠人力手工抬弹、挂弹、调试。或许正是这些无法弥补的技术缺陷，军方才终于下定决定让其彻底退役。而在其退役之前，军方其实已经早挑好了继承人 NASAMS 系统。随着军方公布未来将用 NASAMS 系统替换捷羚，不少朋友表示大受震撼，然后纷纷询问 NASAMS 是什么东西。实际上，这家伙来头不小，其由挪威的孔斯贝格国防与航空航天公司与美国雷神技术联合开发。这套系统的诞生源于美军对于首都区域防空系统以及北约中短程野战防空网络的极致追求。在911事件之后，美国为了保卫华盛顿特区及白宫周边极其敏感的低空空域，紧急引进了结合悍马车与 AIM-120、AMR-AEM 导弹的 SLA-M2-AEM 系统，这正是 NASAMS 的前身。如今的 NASAMS 已经演进到了第3代，使用地区成为包括美国、挪威以及乌克兰等10多个国家，是北约盟军中最广泛部署的中短程防空骨干。它最大的创新在于它颠覆了传统陆基防空导弹必须专门研发地对空弹体的思维，直接将美军及其盟国库存量最大、技术最成熟的顶级空对空导弹拿来作为地对空拦截弹。NASAMS 目前能够完美混装并兼容以下3大主力弹种，分别是 AIM-120、AMR-AEM 及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采用主动雷达导引，具备强大的发射后不管能力与极高的抗干扰性能，是拦截战机、大型无人机与巡航导弹的主力杀手。随后是响尾蛇 AIM-9X Block 2，这小子具备超高性能的红外线成像引导头，拥有矢量推进控制系统，近距离机动性极其恐怖，专治高机动低空突防目标与小型无人机。最后则是增程型地对空导弹，这是雷神公司专门为 NASAMS 打造的终极强化弹。它将原本 AMR-AEM 的先进雷达寻标器与战斗部完美套用到了进化型海麻雀导弹的强大火箭推进器上。有了 ESSM 那粗壮的大推力火箭发动机加持， AMR-AEM-12 的射程与拦截高度直接暴涨了 50% 以上，拦截距离突破40公里，最大射高提升到15000米以上，性能直逼中程区域防空系统，同时又极具经济效益与维护互关性。不过 NASAMS 最让人啧舌的却是其强悍的生存能力。传统防空系统如老旧的丛树导弹或捷羚系统，最怕的就是射频暴露。敌方电子侦察机一旦锁定你的雷达辐射源，一枚反辐射导弹砸下来，整套发射车与人员就会全军覆没。但 NASAMS 却是一套完全网络化、分散式部署的模块化系统，它的雷达与发射车完全分离，同时让火控指挥中心节点化。FDC 可以接收来自于 Sentinel 雷达、爱国者雷达，甚至与海军舰艇共享的 Link 16数据链信号。发射时，发射车甚至不需要开雷达，只需接收 FDC 传来的数据链导引信号，将导弹推上天。导弹在飞临目标附近时，再开启自身的主动雷达寻标器锁定目标。这意味着敌方就算拼尽全力炸毁了一具 Sentinel 雷达， NASAMS 的发射车依然完好无损，并且能无缝切换到其他传感器网络，继续疯狂输出火力。强悍的节点生存能力与网状联防架构，正是他在乌克兰战场面对高强度导弹袭击时能够创下 90% 以上超高拦截率的原因。根据规划，未来台湾将引入12套 NASAMS 系统，并在2031年全面成军。一直关心台湾装备的朋友，恐怕这时候会忍不住担忧，彼时的台湾的中低空防空构想是否将完全依赖美制装备呢？我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解析军方的战略装备布局，不难发现，空军专责的 NASAMS 主要用来守护机场等要塞，
陆军与陆战队则全力推进4研陆射舰2保卫野战部队，由此构成台湾防空双雄体系。陆射舰2系统同样不容小觑，其采用主动雷达引导，具备全天候多目标同时接战能力，最大有效射程可达15至30公里。车载架构采用了全新的4联装车载倾斜发射箱，搭配中科院4研的 3D 相控阵风眼雷达车，整套系统具备极高的野战越野与快速部署能力。有意思的是，天剑1型与天剑2型导弹的陆射改装经验，还反向滋养了海军的海剑0系统。这是中科院以歼1导弹为基础增程改进，加装雷达或红外线复合巡标器，开发出了类似于滚体导弹的近程舰载防空系统，用于取代康定及徐方舰上老旧的丛束导弹。可以说，从捷凌最初的无奈凑合，到如今陆射舰2与 NASAMS 的强强联手，本土兵工产业与美制先进装备交相辉映，终于拼凑出了台湾现代防空化网络的最后一块拼图。这张拼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国者3作为防空拦截核心，专门用来直接摧毁来袭弹道导弹战斗部。与此同时，增程型强攻导弹拦截高度攀升至70公里以上，在大气层边缘对突防的战术弹道导弹与高超音速滑翔工具实施首波拦截，分担爱国者系统的防御压力。如果敌方的巡航导弹、战机或大型无人机运气好突破高空拦截，那他们将立刻撞上 NASAMS 与陆射舰2支出的中空火力网，在各军用机场、关键港口与雷达站周边， NASAMS 的哨兵相控阵雷达将实时监控空域，分发接战指令给隐蔽部署的 ARM-120 发射车，实施无声精准歼灭。在野战机动路线上，陆军装甲旅与机步旅则有陆射舰2防空车随行，利用风眼雷达与红外雷达双模指导，为地面推进部队撑起一道移动的防空伞。那么，如果敌方采用蜂群战术，放出微型自杀式无人机蜂群怎么办？别怕，天兵防空系统与35毫米欧利卡防空快炮已经部署于各要塞的核心阵地四周。这些快炮在换装了先进的阿海德预制破片弹后，能根据雷达测距，在无人机蜂群飞临的必经航线上自动设定引信，瞬间爆破，释放出成千上万颗高硬度钨合金破片，在空中织出金属破片风暴，将成群的无人机统统击落。回顾捷凌防空导弹系统整整20余年的跌宕历史，它诞生于空军机队减产、弹药过剩的后勤阵痛，靠着民用卡车底盘与 Windows 系统的临时拼凑，硬生生在机场低空厮守了20个春秋。它不是什么性能拔尖的理想神兵，但它却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为这片土地防空安全顶住了最危险的缺口。如今，随着演习中那道熟悉的身影渐行渐远，属于捷凌的时代终将随风而去。但我们不应悲伤， NASAMS 系统的引入、陆射舰2的补位以及高中低多层交织火网的重构，无不代表着台湾的防空体系已经来到了一个夸张的境界。我想，真正的安全应该是来自这种对战场趋势的深刻洞察，来自舍弃过时装备的断腕勇气。台湾走出了这一步，我们低空防御也将彻底迈入新的时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点赞、转发和评论，你们的每条评论我都会观看回复，我们下期再见。